恩江那边更戏剧化的展开了，他去找海洋继续添乱，远远看到阿奇也在，口无遮拦的阿奇让恩江连续受打击。阿奇觉得恩江是海洋的小跟班，特别看不起他。另外，当年阿奇想追恩江玩玩，被海洋拦下。阿奇觉得海洋只是自己不要的，也不愿给别人。海洋半开玩笑的说了句当然。远处的恩江瞬间觉得被羞辱了，他假装没看见，走到两人面前，琢磨着怎么使坏。一通电话打断了他的计划，舅舅恩舅的女儿小恩失踪了。恩江赶忙去帮忙找人，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没忘记自己的计划。他先给海洋打了电话，结果是阿奇接的。听说海洋喝醉了，恩江立刻打电话告诉次元，这下要见真章了。次元赶到时，看到醉醺醺的海洋和阿奇特别亲密。虽然醉酒行为不一定说明本意，杨妈知道女儿是跟阿奇出去喝的酒，顿时觉得心虚。第二天，就和恩江来到学校。老师说小恩没事，只是暂时不想见恩舅。恩舅早年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他忙于工作，前妻出轨后离婚。他始终觉得女儿跟妈妈在一起更好，为了女儿能随前妻享福，他甚至借了高利贷，给了大笔抚养费。可前妻是个败类，只顾着玩乐。小恩小时候过得很不快乐，他一直觉得是恩舅抛弃了他。恩舅对此一直深感内疚，现在知道女儿没事，他总算松了口气。恩江看支线任务差不多了，就赶紧回到次元搞破坏。次元问他海洋借的钱是不是从阿奇那儿拿的，恩江明知道这钱是海洋向次妈借的高利贷，却故意装糊涂，模棱两可的回答，导致次元误会。离开时，恩江故意丢下东西，次元发现后赶紧去追他，结果听到恩江假装打给海洋，提醒对方快跟阿奇断了来往，上次去树草海边激吻险些酿成大祸。次元傻傻地站在原地，一脸难过。杨妈始终清醒，明察秋毫，她为了逼出恩江的真面目，故意用了刚从次元学到的录音功能，频频诱导恩江承认故意告诉次元误会海洋和阿奇的关系，同时逼问恩江是不是为了破坏婚姻好取而代之。恩江在他一再挑衅下，终于忍无可忍，确实说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。杨妈立刻叫来海洋和次元，想要当众揭露恩江的丑态。接下来的情况再次证明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性，因为操作不当，他只录到了开头几句没用的对话，后面的内容一点没录到。恩江从地狱到天堂，简直爽翻了。但此刻他还是先演了委屈离开的戏。夜里，南哥这边也迎来了关键时刻，次爸和他摊牌了，要他当面打电话和出轨对象彻底了断。以前的南哥肯定感激涕零，感谢次爸给机会，但现在的南哥却陷入了纠结。恩山让他第一次感到真的活着，犹豫不决的南哥只能艰难开口对次爸说，他还需要点时间来解决这事。另一头，犹豫的次元在一次意外的推动下无法回头。他去找海洋时，正好看到阿奇和海洋拉拉扯扯。虽然海洋在反抗，在次元眼里却像是暧昧纠缠，毕竟受了恩江太多错误的暗示。那天晚上，次元喝了很多酒。与此同时，恩江开始总攻，一边陪伴次元，一边细心照顾他，一边提起自己在海洋每天跟班受的委屈，让人心疼的眼泪击碎了最后的理智。这一晚，他们解开了所有的扣子，一场肉体与灵魂的激烈戏码开始了。3秒钟后，次元就陷入了沉睡。醒来时，恩江只留下一封信，人已经不见了。在信中，恩江多年前就对次元情根深重，还故意含情脉脉地回忆往日。他在次元心里养了一只24小时乱撞的小鹿。与此同时，恩山心中的小鹿已遭猎杀，约定的3天期限到了。南哥被岳父威胁后，最终在电话里和情人分手了。同样面对已婚男人，姐姐恩江就高明得多，她让次元内心的小鹿活蹦乱跳。恩江把次元夫妻喊到海边见面，喝多了酒，聊起了初恋，说到对方是带女儿来上学的家长，就差没用大喇叭直接喊出名字。海洋估计没想到恩江这么胆大，完全没往自己老公那联想，他还跟着恩江一起吐槽那个男人不会选。次元急得冷汗都快下来了，好不容易等到海洋去点小菜，次元立马问恩江到底想怎样，恩江反过来指责次元，只担心被发现，完全不顾他感受。说完，恩江径直冲入海中，假装寻找猎。海洋点好菜回来，看到次元刚救上来的人，震惊中他以为恩江是借酒消愁，一时冲动。由于各自扭曲的爱情，
恩江和恩山姐妹正在盲目追逐危险的歧路，胆大的恩山不仅向南嫂坦白了一切，竟然还建议南哥结束那段没有爱的婚姻。南哥十分痛苦，南嫂才刚为多年的委屈道歉，并且提出给恩山一大笔分手费，并承诺不再计较过去。这下南哥陷入了两难。同时次元也碰到了麻烦，女儿最爱的娃娃被次妈不小心弄丢了，小姑娘闹得厉害。恩江四处奔波，连夜从外地买了同款娃娃回来。海洋因忙于应酬一直联系不上。次元本来心里就有怨气，碰巧烂醉的海洋被阿奇送回家，愤怒和醋意顿时爆发。次元等海洋酒稍微醒了点后大发雷霆，指责他总说是为了这个家拼命忙事业，实际上海洋是为了瞒着次元还清过世岳父的债务。次元愤怒地责怪海洋隐瞒债务和对阿奇的旧情。海洋震惊老公怎么知道这些，她第一反应就是闺蜜出卖了自己。次元解释她是从别处听说的，但海洋还是心生怀疑。第二天，恩江还没等到海洋质问，先在妹妹那里遇到了一轮暴击。他觉得恩山最近很奇怪，于是偷看了他的手机，刚好看到南哥约恩山去秘密基地。恩江一路跟踪到了公寓。既然如此，恩山决定摊牌。此时南哥声音传来，恩山赶紧把姐姐藏在卫生间。南哥还是要跟恩山分手回家。两人纠缠不清时，南嫂找来了。原来恩山把偷情地址告诉了南嫂。南嫂看到温馨的小屋无法忍受，她的脑海中浮现老公和小情人再次亲热。恩山的目的达到了，他狠狠刺激了南嫂。两个女人大打出手后，南嫂怒气冲冲地离开。开车送她的出租司机居然就是恩江恩山的叔叔大恩。他见女乘客脸上满是血泪和伤痕，默默地把音乐调大，给南嫂一个尽情哭泣不怕丢脸的空间。当晚继父狠狠揍了南哥一顿，他怎么也没料到女婿拖了这么久，搞得满城风雨，更没想到出轨对象竟是公司的小会计恩山。要不是次元拦着，南哥非被打死不可。姐夫和小舅子在路边摊喝了点酒，聊了没多久，次元从最初的埋怨和愤怒渐渐转为理解和同情。首先，南哥没有推卸责任或狡辩，他如实讲述了自己出轨的原因，一个常年被羞辱的赘婿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尊重、理解和爱，没能忍住犯了错。次元不由得想到了默默爱了他多年的恩江。第二天，恩江这边遇到了大麻烦，海洋把他叫到办公室对峙。他偶然得知这些从阿奇那里，原来是海洋泄露了他要去树草的消息。海洋再次想起妈妈的疑虑和再扎的警告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点燃，就像星星之火，很难扑灭。海洋结合各种疑点，开始怀疑恩江，认为提航和阿元在破坏他们的婚姻。面对质问，恩江谎话连篇，反正没有实证。恩江隐瞒泄露消息，坚称是阿奇想保密，最后还反过来质问海洋为何不信任他。恩江的演技实在线，搞得海洋一头雾水。恩江真是个冷静果断的人，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，却还能帮妹妹处理他和南哥的事情。南哥给了1个亿的赔偿，最终他决定回归家庭。恩江也不希望妹妹和这个老男人纠缠一辈子，他把钱带回家。恩山受到了极大的刺激。当天夜里，他找到正在外露营的南哥一家。南哥想离婚，但南嫂不同意，两人的争吵声惊动了南嫂和孩子们。这个家的裂痕在继续扩大。另一边，大恩把恩江约了出来，他是目前为止3观最正的角色。大恩开出租，经常载着恩江帮海洋跑腿。这个经历过情伤的男人隐约看出恩江对闺蜜老公的心思。恩江也没否认自己第一次向叔叔表露心声。大恩再三劝他停手，奈何这位侄女已然走火入魔，不愿回头。第二天，大恩接到南嫂的电话，接下来的一段对话，往事重现。他解释了大恩为什么之前一直照顾南嫂。原来大恩和南嫂早年是恋人，南嫂的继父看不上大恩，找人狠狠揍了他，把他们拆散了。多年过去，每当特别无助时，他们总会想起对方。夜深了，新的纠葛又开始了，只不过这次主角变成了恩江和次元。他们在次元家楼下碰面，恩江买了吃的，想通过次元的女儿缓和关系。次元趁机和恩江聊了聊。次元在得知对方暗恋后，心里一片混乱，说完全没感觉那是不可能的。恩江看出次元在动摇，直接亲了上去，这一吻差点闹出人命，正好被路过的杨妈撞见。本就身体虚弱的他直接昏了过去。这毕竟不是动不动就追杀的警匪剧，狂飙。恩江和次元赶紧把他送去医院。
闻讯赶来的海洋急得不行，坚持要一个人留下看护妈妈，先让次元他们回去休息，之后再来换他。恩江和次元各自离开后，又偷偷碰头，这两人真是心大。可能之前的抓包事件让他们觉得刺激，他们竟然又在车里聊起这段不道德的情事。可怜的海洋被蒙在鼓里，他的珠宝设计被山寨，廉价出售，品牌方案合同全面停止了合作。海洋立刻叫上经常处理法律问题的阿奇一起去派出所。次元收到消息赶到，看到老婆和绯闻男又在一起，心里的别扭感更深了。后来恩江偷偷打了电话，海洋的设计稿泄露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内鬼，只是买设计稿的竞争对手当初并没说会抄袭竞争。无论这风波起因是什么，现在局面已经失控，一边是海洋买了大量原料，另一边订单被退回。次元知道后忍不住责怪海洋冒失，海洋本来压力就大，火气立马上来了，夫妻俩狠狠吵了一架。次元回家后向老妈借钱，打算帮海洋解决麻烦，结果意外得知海洋的钱本来就从次妈那儿借的。震惊之余，次元不理解恩江为什么骗他说那钱是海洋向阿奇借的。紧接着次妈跑去找海洋大吵了一架。恩江看着疲惫不堪的海洋，愧疚之心最终给次元发信息，提出结束婚外情。次元看着信息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复。另一边楠姐也面临无奈之时，贼心不死的恩山又来找他谈判。楠姐本来对南哥没感情，分开也无所谓，而恩山只有南哥一人，他希望楠姐离婚。当恩山展示南哥穿裤跳舞的视频时，楠姐彻底崩溃了。视频里南哥脸上带着他从没见过的笑容，楠姐的孩子正好路过，看到店里对峙，他们避开楠姐，私下找到了恩山，一上来就表明身份，警告不要再纠缠南哥。这场婚外恋卷进了越来越多人，结果楠姐回家又和南哥大吵一架，心灰意冷。有时候婚姻可以接受对方爱自己少一些，但绝不能容忍对方深爱其他人。南哥只想恢复平静的生活，于是再次找到恩山，毫不留情地表明态度。年轻的女孩想要挽回，但南哥根本不给机会，开车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楠姐约了初恋大恩出来诉说心事，她也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奈何被父亲拆散，安排了更稳定的婚姻，结果大家都没有得到幸福。与此同时，江那边正在度过十分艰难的时刻。杨妈醒了，幸运的是她失去了昏迷前的记忆。恩江终于松了口气，觉得可以安心离开了。坏消息是，海洋去见杨妈时，杨妈改了口供，说昏迷前撞见恩江和次元在激吻，他是因害怕编谎的恩江才撒谎装傻。海洋又惊又怒，当晚他等次元睡着后去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，发现杨妈昏迷那天，次元和恩江本该回家，却在医院后面见面。不仅如此，海洋还在次元车里找到了恩江不久前写的那封情书。海洋怒火中烧，把他们叫到餐厅，上来就是一顿男女混合双打。简单的物理攻击无法平息海洋的委屈，他接着开启了无比狂暴的喷人模式。我以前总觉得脏话有点粗俗，直到遇到你们这对无耻的狗男女，不在乎禁忌，堂而皇之的维持肮脏关系，道德、亲情、友情在你们眼里全是屁。谢谢你们让我成长成熟，看清了婚姻早已名存实亡。滚吧，继续你们那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好。飞黄腾达，海洋狠狠发泄了一通，他通知的婆家人也赶来了。对待背叛者，他绝不手软，狠狠揭穿了次元和恩江的那些事。讽刺的是，次妈为了护儿子，竟然怒斥海洋不该当众揭老公的短。这次海洋不再忍让，直接怼了回去。旁边桌的客人们纷纷为海洋点赞。夜里，海洋无视次元下跪挽留，直接搬走。失魂落魄的次元回了次爸家，怒火攻心的次爸直接动了手。南哥拉架时直接被打趴在地上，他当时就懵了，心想出轨挨打，小舅子出轨怎么还是我挨揍啊？海洋更惨，还卖掉资产还清了欠次妈的债，现在跑腿的苦差事全靠自己干，把自己放得特别低。跑完腿淋雨回家时心里满是委屈，尤其到家后习惯性喊恩江帮他拿毛巾，看着狭小的办公室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搬进半地下室，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与此同时，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南哥意外看到老婆和大恩在出租车里激吻，南哥觉得自己有错在先，再加上这些年习惯了逆来顺受，所以没有大吵大闹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想挽救这段婚姻。南嫂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经常放南哥鸽子，
独自飞去和旧情人大恩偷偷约会。又一段危险关系在失控边缘。一个又一个深夜，南嫂顶着冷风在院子里给大恩打电话，丝毫不畏寒冷，就像南哥在恩山身上感受到的温暖一样。只在这时，南嫂才真正觉得快乐和充实。隔天，次元一直跟踪海洋，想了解他的住处，结果路上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，说女儿在哭闹，无奈只能联系恩江帮忙。尾随海洋的一路上，次元找到了他，把准备好的支票拿给他。他不忍心看他住在半地下室，租那么小的办公室，没想到海洋把支票撕得粉碎。次元眼看海洋要报警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他怎么都没想到会遇到阿奇，这个虎视眈眈的情敌已经比他更接近海洋。另一边，恩爸和次爸的身上正在演绎一出讽刺的戏码。多年来，恩爸开出租车，经常为次爸跑腿，两人对对方的家人只是听说，从未见面。自从恩爸听说次爸家频频闹出出轨的事后，他就特别兴奋，变得火上浇油，各种怂恿次爸去找那些勾引女婿和儿子的小三闹事。继父真的被恩爸说服了，他首先带着儿子和女婿在寒冬里跑到山中水潭里，让他们饱受严寒的折磨反省。结果这两个人确实受到触动，后来继父喊停他们也不听，在水里大哭了一场。之后继父不敢再折腾家人了，他把恩山约出来，逼他签保证书，不再和南哥纠缠。恩山心里还没放下南哥，拒绝了。愤怒的继父大骂他一顿后，气呼呼地走了。次爸走后，恩妈突然现身，他刚好撞见了这一幕。一家人赶回家，面对失控的恩妈，忍无可忍，恩江和恩山开始对他发难。这位泼辣的母亲是噩梦的起源。恩山10几岁时，恩妈多次带他去捉奸，让年幼的恩山留下阴影，不再相信爱情。多年来，他从未认真谈过恋爱，内心也变得扭曲和空虚。或许真的是因为对父母的失望，他在南哥身上找回了遗失的父爱。此刻，恩爸就在外面，听到女儿的指责，他不敢现身。这个花心又爱挑事的家伙，终于明白女儿和恩爸的女婿搞上了。他开车找到南哥，一拳把他打趴。南哥一听恩爸的身份，吓得立刻跪下。另外一边，次爸找到了恩江，跟妹妹谈完之后，又轮到姐姐，自然又是一顿警告，一度威胁要找恩江父母谈判。次爸没料到这个举动反而激怒了恩江。当天夜里，恩江找到了次元，他居然决定迎难而上，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。恩江还没能等到和次元修成正果，先被迎面重击。次爸找了恩爸一起和儿子的情妇谈判，恩爸万万没想到来人竟然是自己的大女儿，两个女儿全成了小三，这让次爸直接傻眼。恩江反应迅速，假装和恩爸第一次见面，让恩爸非常心痛。穷人家的孩子为了自尊，顾全他人感受，特别擅长察言观色和随机应变，这一点在恩江身上表现得很明显。恩爸稍微调整情绪，配合恩江演戏，忽悠走了次爸，说要和恩江单挑。然后是父女俩的扎心时刻，他们默不作声，父亲在前面走，女儿在后面跟。恩爸在沉默中回忆起对次爸说的话，女儿当小三一定是受了父母影响，这是真心话。偏偏不幸言中了事实。来到河边，恩爸跪地痛哭流涕，他将两个女儿走上错路的不幸全归因为自己的出轨。恩江全程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安慰，只是轻轻拍了拍老父亲的肩膀。夜里，恩爸和恩妈聊起白天的事，这对一向自我的父母终于意识到他们亲手毁了两个女儿，心里的愧疚油然而生。当晚，恩爸恩妈准备了一桌饭菜，他们真心诚意地向女儿道歉，建议忘掉过去，从现在开始好好生活。贪财的恩妈甚至把从南哥那要来的赔偿款给了恩山。姐妹俩感受到父母的诚意，心中的阴霾终于稍微散去了。大恩家里唯一没露脸的麻烦来了，他刚和南嫂鬼混完走人，南嫂马上就被早有察觉的南哥捉住。南嫂拒绝了老公要她回归家庭的提议，还有她对于他出轨的道歉，坚持要继续这段姐弟恋，寻找自己的幸福。南哥难以接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，最终却离婚被赶出来，他正头疼怎么过这一关。第二天深夜又出麻烦了，大恩的前妻找上门来，他一直期盼浪女回头和大恩复合，结果无意中发现大恩和南嫂在一起。幸好闹事时首先被南哥和南仔碰见，南哥好说歹说才暂时把他赶走。为了尽快平息这次风波，南哥找到大恩表明身份，准备拆散这对鸳鸯。大恩嘴上拒绝了南哥，说这段关系得由南嫂决定，其实心情很复杂。南嫂在联系他时
大恩故意装忙疏远了他，大恩还有点想回头的意思，外甥女恩江就完全没救了。他戴上海洋的假发和衣服，去海洋最喜欢的餐厅点了最爱的饮品。他这种变态举动被妹妹偶然撞见，恩江慌忙逃走，没敢多解释。恩江并没收敛，当晚他先是借酒劲，一步步威胁次元，随后又跑去海洋那宣战。海洋当时就懵了，心想这姐们哪来的脸这么理直气壮。恩江则滔滔不绝诉说他对海洋的不满，他说的那些点其实之前都提过，无非是觉得自己看似被当朋友，实际上更像个花钱的仆人，他们的关系从没平等过。恩江记得海洋带他出差，说是旅行，结果两人一个坐商务舱，一个坐经济舱，恩江还得托运行李，是吃食物，跪地帮忙穿鞋。海洋夫妻外宿一晚，还要带上恩江照顾孩子。恩江始终记得夜深人静时，自己听见床板嘎吱响和不雅声音。他还记得海洋给他介绍了一个离异带2娃的男人，所谓给恩江定制的戒指，其实是别人退货的。恩江最后疯狂吐露了一个惊人的想法，他有时觉得自己想报复，不是因为恨海洋，而是恩江目睹了大海的美好，心生妒意，想要互换人生。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：地狱最痛苦的地方，绝不是烈火焚身之地，而是能最清楚地看见天堂的所在。恩江的酒劲全都洒向了大海，等他回到家时，已经清醒了。发酒疯的人变成了次元。这个男人半夜醉酒后打电话向恩江道歉，恩山抢过手机，听了2句就挂断了。他见过姐姐为次元装扮成海洋那样的模样，他非常担心恩江再和次元纠缠会为爱疯狂。第二天一早，恩山找到次元，狠狠一巴掌打过去，警告这个摇摆不定的男人别再招惹恩江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巴掌反而让次元坚定了。有人找到了答案，有人却开始困惑。大恩最终还是被南嫂围追堵截，无处可逃，他只好说出南哥找他的事。南哥的到来对大恩来说如同敲响了警钟，这个男人曾经被老婆出轨弄得非常惨，大恩不愿把相同的痛苦转嫁给另一个男人。南嫂为了挽留大恩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，她决定和南哥离婚。这一幕被大恩的前妻偷偷拍了下来，他心里有愧于大恩，不敢直接闹事，于是去找南哥迂回解决。这种事一再被抖落，让南哥很没面子。回到家里，他和南嫂大吵一架，矛盾逐渐不可调和。人类的悲欢并不互通，一直以来有人喜有人悲，而恩江好运连连。他首先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教师职位，终于拥有了一份正式工作。随后次元也决定与恩江在一起，并带他回家宣布了这一消息。狡猾的继父使了拖延战术，说结婚要等1年后风波过境再议。不巧的是，恩江的好运没持续多久就遭殃了。他在餐厅碰到了海洋和他妈，这对母女刚听说恩江和次元在一起的消息，杨妈二话不说就要上手打人，被海洋抱走拦住了。这事还没完，有人把恩江当小三的事发到网上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恩江出门吃饭，经常遇到看他不顺眼的女人，破口大骂。次元作为当事人之一，也跟着遭殃，医院生意大受影响。从此恩江夜夜做噩梦，梦到自己刚给孩子们上课就被一群妈妈暴打。对恩江来说，最大的麻烦其实是来自完全黑化的海洋。他在买东西时遇见了恩爸、恩妈和恩山，他在次爸家里也见过这几个人。这个巧合太过离奇，疑点重重。他一路跟随来到了恩江家门口，真相越来越明显。海洋急忙找南哥查恩山的身份，终于揭开了恩江把家人偷偷安置在继父家的秘密。随后海洋连续遭遇打击，作为被剽窃设计的一方，现在反而被质疑成了剽窃者。接着由于此前变卖资产还债，生意规模缩小，客户担心质量问题取消了订单。多重打击下，海洋已经快喘不过气了，命运还不打算放过他。真正致命的打击就在此刻到来。之前被恩江山寨海洋珠宝的对手终于被抓了，海洋接到了警方通知，急忙冲到警署。经过一番对峙，他才发现是恩江出卖了他。愤怒和怨恨瞬间吞没了海洋，他彻底变成了为复仇而生的恶鬼。第二天，海洋精心打扮，把次元约出来。他改掉了之前鲁莽冲动的模样，特别卑微的道歉反省，希望能和次元重修旧好。次元完全不知恩江在暗中搞的那些事，更不知道海洋已经知道了一切，并准备大干一场。对妻子的大变样非常困惑，海洋红着眼，连问话机会都没给次元就走了。之后海洋又把恩江约了出来，
看起来像闺蜜和好，每个动作却暗含杀意。他故意放了一段预先准备的新闻，说一名嫌疑人毒杀了认识30年的好友。恩江心里一紧，紧接着海洋故意让恩江去车上拿咖啡。恩江看到海洋包里的刀时，心一下子紧了起来。他想起刚才的新闻，更不敢喝包里的咖啡了。海洋质问他是不是害怕被下药，恩江努力否认，但海洋步步紧逼，说如果他信任，就把咖啡喝了。恩江硬着头皮慢慢把咖啡送到嘴边，看他迟疑的样子，海洋直接抢过来一口喝光，嘲笑他疑心太重。这只是开始，吃饭时，海洋趁恩江去卫生间，偷偷在他饭菜里加了白色粉末。恩江看到这一幕，赶紧问海洋在干嘛。海洋说只是胶原蛋白粉，接着他也往自己碗里加了一些，大口吃下去。恩江被整得紧张兮兮的。他入住酒店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卫生间，怕有摄像头，担心海洋在策划报复。他低估了海洋的狠，这个女人的报复远比他想的可怕。此时，爸那边先出事了。简单讲就是后爸接到前妻举报，发现女儿还在和穷小子纠缠，于是出钱请亲爸去教训穷小子。亲爸揍人过程中没提穷小子名字，结果打完才发现打的是弟弟。这时亲爸恍然大悟，心疼又后悔。第二天，海洋带着老公和女儿回家反击，这让讨好次元的恩江尴尬躲了起来。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，其实海洋早就通过过于整洁的家和浓烈的香水味猜到恩江藏在附近，但他并没说出来。现在时机还不到，还不适合撕破脸。次元也因家里的变化察觉到恩江在家，于是他随便编了个理由支开老婆和女儿，为恩江创造了逃跑条件。自认为聪明过人的恩江丝毫没发现，次元在老婆服软后已经对他产生了冷淡。恩江和次元两家的恩怨可以说是深入纠缠。这时恩爸找到了南嫂，说了次爸2次找人打大恩的事。南嫂才明白当初大恩没和他私奔，是因为次爸暴力拆散了他们。恩爸其实是希望南嫂和大恩断了联系，没想到这反而刺激到这个富家女冲回家，对着继父就是一顿输出，坚持要离婚。一旁的继母把气发到了南哥身上，认为女儿动摇是南哥出轨导致。南哥忍无可忍，也提出了净身出户离婚。次爸想去追他时摔了一跤，南嫂看到后心疼，停下了离开的脚步。次爸的困难还不止这些，南哥之前一直不让他去竞标的业务，最近被发现是严重的骗局，次爸一下子被骗走了整整40亿，老爷子因此病倒了。恩江和次爸一样陷入了困境，海洋的报复开始了。他通过警署传唤了恩江，准备起诉对方和竞争对手合谋盗取他的设计稿，仿造山寨品。恩江百般解释说，3年前妈妈病重，急需用钱。海洋的竞争对手用50万买通恩江偷拿废弃设计稿，因为这件事，恩江一直受对方威胁，被迫成为内鬼，惨遭控制。这些解释无法打动海洋，今天只是个开场，他准备的压轴戏还在后面。恩江失魂落魄，回到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海洋起诉他通谋盗取设计稿。海洋要恩江罪加一等，永无翻身之日。乍一看，南哥和恩江不一样，他丢下所有茴香务农，觉得全身轻松。其实他根本放不下。当恩山突然出现时，南哥忍不住奔向对方。恩山这次来是想告别，他要追随年轻时的梦想，去国外做志愿者。如果南哥此刻挽留，恩山一定会留下。可双方各自忙碌，最终谁也没开口。恩山无意间看到姐姐在查起诉的相关信息，恩山这才知道他被海洋告了，于是推迟了出国行程，跑去训了次元一顿，指责他出事后完全不关心恩江。次元发现自己确实不了解恩江的情况，于是去找恩江的前任在渣。那男的满嘴脏话，不提自己对恩江的背叛，只是一味吐槽恩江家世差，人品糟。在渣半真半假的爆料，反而让次元知道了恩江家境贫困。他连夜去找海洋想求情，结果撞见恩江跪在海洋面前痛哭流涕。次元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于是第二天他又单独请海洋回家吃饭。海洋知道次元想帮恩江开脱后，肺都气炸了，稍稍淡去的背叛感又卷土重来。暴怒后的海洋又来了一招，他带上次爸一家人杀到恩江家，这一下真是尴尬到了极点。次元一家完全没想到会和这家有如此惨烈的瓜葛，次爸对恩江的印象瞬间变得极差，恩江的处境愈加困难，次元反而更坚定地支持他。
当晚，次元跑到恩江家约他出来，他想抛下一切与恩江私奔。恩江觉得自己狼狈不堪，捂脸见次元，哭着跑开。与此同时，四爸那里终于有了好消息，南哥冒险帮他抓住了诈骗犯，然后悄悄离开，没有邀功。继父看着女婿的伤心疼不已。大结局即将到来，大家各自走向终点。大恩选择在电话里与南嫂告别，尽管舍不得，但破坏婚姻是大错。所有人都平静下来，唯有海洋的妈妈还在折腾。她半夜去了恩江将要任职的学校，挂横幅揭发小三。其实也能理解，这位老人带病在身，不知还有多少时日，对保护女儿的欲望空前强烈，恨不得消灭海洋身边的恶人。海洋知道后有些失眠，他明白恩江为老师这个工作付出的心血，脑海中不断回想两人曾经美好的时光。于心不忍的海洋深夜去找了次元，他记得恩江说婚外情曝光前就提过分手。海洋在次元那确认了这件事。恩江在海洋受打击时确实心怀愧疚，想结束婚外情。海洋最后决定撤掉妈妈挂的横幅，保住恩江的工作。杨妈猜到女儿会这样做，也跟了过来，母女疯狂争执。海洋最终用恩江悲惨的身世说服了杨妈，曾经的闺蜜现在只剩可怜又可恨。要是家境好点儿，或许她不会变成这样。海洋发现复仇后并没有多少快感，这一幕被恩江撞见了。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天还没亮就赶来了学校。他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好好体验一下这个向往的地方。恩江给学生上完一堂课后递交了辞职信，他知道自己没脸在这儿享受幸福。恩江还联系海洋见了最后一面。他曾多次设想自己干了第一天的活儿后会和海洋分享喜悦，遗憾的是他们现在之间的情感太复杂，喜悦已少。海洋听说恩江辞职准备离开，误认为恩江想不开，赶紧告诉恩江他正在求博主删出鬼传闻。恩江百感交集，他曾以为自己对海洋更多的是嫉妒和愤恨，直到被负罪感充满才明白，家人之外，他唯一的朋友其实就是海洋。他背叛了前半生最不该背叛的人。最终恩江拒绝了海洋的挽留，只留下信告别家人，默默离开。海洋和次元的婚姻也告终，他选择了忠于内心，专心赚钱，女儿由次元抚养。一转眼1年过去了，恩江在海边帮人干活，在当地小学当老师，感到身心轻松。恩山偶尔从国外义工回来，他一有空就来看姐姐，同时继续在这里做义工，帮助当地人。搞笑的是，次元也来了当义工，他和恩江含情脉脉对视，看起来有想洗白再续前缘的意思。到了结尾，竟搞出全员义工大洗白的剧情。南哥收到恩山郑重道别的视频，恩山在视频里说南哥是他唯一的恋人。南哥已经被南嫂哄回了家，四爸带着家人对他非常尊重，对恩山的牵挂早该放下。南哥现在过得很开心。海洋的生意回到正轨，他看到门口恩江送来的气球，等海洋追出去时却不见恩江，恩江只能在暗处为海洋祈福，尽管时间长了还是难见面。全剧中我还以为编剧会写狗血剧情，结果全员洗白了。不幸的人多的是，如果拿穷当借口抢银行，拿去爱当理由当小三，世界早就乱了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悲惨的过去或许是作恶的动因之一，但绝不是作恶的通行证。